本期视频给大家带来黑天鹅的详细评测。在详细评测之前，先给大家看一下我目前的面板啊，灵命，然后光锥是谍影1阶的专属光锥，行迹基本上已经拉满了，然后仪器是带的细球4件套和泛银河商业公司2件套，具体属性衣服穿的是效果命中、速度鞋、风伤球还有攻击神，具体属性是这样的，算是一个平民毕业的黑天鹅吧。本期视频分为3个部分，分别解决3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第一个问题，黑天鹅替换掉卡夫卡队伍里的桑博对队伍的整体提升会是多少？第二个问题，如果没有卡夫卡的玩家要不要去抽黑天鹅？第三个问题，黑天鹅的光锥值不值得抽？我们先来解决第一个问题，黑天鹅替换掉卡夫卡队伍里的桑博，队伍具体提升会是多少？关于这个问题得具体副本具体分析。我实战得出来的结论是，如果打的是单体副本，那么黑天鹅对比桑博队伍呢，整体提升是20%不到。但是如果是打群体队伍呢，黑天鹅能带来30%到40%左右的提升哦。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2个。第一个，桑博的战绩明显让他更加适合对单，对单的时候他的风伤叠的才比较快。而黑天鹅的战绩明显是更加适合对群，这就是为什么在对单的时候黑天鹅跟桑博拉开的差距不大，而在对群的时候差距一下子就拉开了。第二个原因，在 DOTA 队实战中，卡夫卡主动释放 E 技能或者大招去引爆黑天鹅的伤害，或者去引爆桑博的伤害，这个卡夫卡主动行动引爆出来的伤害呢，黑天鹅队是会比桑博队高一点，但是呢并不会高出很多。不过对面怪物在行动的时候触发的持续伤害，那么黑天鹅队就会比桑博队高出很多了。也就是说，对面的怪物越多，怪物行动触发的持续伤害越多呢，黑天鹅队和桑博队的差距就会越大。我们来看一下这2段录屏，先用黑天鹅来打一段，这是0+1的黑天鹅啊。好的，现在是6层奥技1层揭露，然后我们看一下卡夫卡第一波打出来的伤害37000，一个 E 技能打出来的伤害也是38000左右啊。然后看一下它的持续伤害71000，来看一下第2波的伤害，第2波伤害会更高一点，毕竟这奥技叠上去了。来 OK 53000，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桑博的，来先把桑博的所有技能都给他上去啊。站好了，又有生意了，嘿嘿。记住，卡夫卡第一波的伤害34000啊，比刚刚的37000差不了多少。第2波32000，然后看一下他的持续伤害。持续伤害就只降到了46000了，比刚刚的71000就少了很多。然后我们看一下第2波的伤害是多少。第2波卡夫卡一技能炸一下，48000的一个伤害。可以看出来，在对单的情况下，黑天鹅替代掉桑博呢是有提升，但提升的不算多。但是对群的情况下，提升的就稍微多了一点了。我们来看一下啊。黑天鹅队卡夫卡一个主动释放大招170000的伤害，然后一个 E 技能47000的伤害，然后对面卡夫卡行动一下炸了110000出来。不仅对面 BOSS 行动可以炸110000，对面的小怪行动也是11.2万、12.3万的炸。我们来看一下，小怪行动将近13万，小怪又行动又将近12万，然后 BOSS 卡夫卡又行动又是将近13万的伤害。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对群阵容里的黑天鹅给它换成桑博，那桑博对群的劣势就显示出来了。我们来看一下啊，虽然主动炸的这个伤害还是达到了15.3万，但是对面行动的时候炸出来的持续伤害就会低很多。BOSS 卡夫卡行动的时候只炸了38000的伤害出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小怪行动的时候炸出来的伤害。
只炸了78000出来。另外一只小怪我们也看一看啊，只炸了67000出来。总而言之，黑天鹅对比桑博、贵乃芬还有卢卡之类的4星 DOT 手，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它能让对面的怪物自身的回合炸出来的 DOT 伤害呢变得很高。反映在实战里面就是打单体怪物副本呢，黑天鹅提升的并不多，但是打群体怪物副本呢，黑天鹅的提升就很多了。第二个问题，如果没有卡夫卡的话，要不要抽黑天鹅呢？这个问题，如果你是性癖党的话，那就抽就完事儿了。但如果你是强度党，我不建议你抽。黑天鹅和卡夫卡之间可以说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这一段录屏来自于一个0+1的黑天鹅和一个0+1的卡夫卡组队的视频。这个队伍里面的伤害来源有2个，第一个是卡夫卡主动释放 E 技能和 Q 技能炸出来的一个伤害，第二个伤害来源是对面的怪物行动之后受到的经过黑天鹅增幅之后的持续伤害。来，卡夫卡主动释放炸出了10万伤害，对面行动炸出了12万6，然后卡夫卡又主动释放 E 技能又炸出了9万的伤害，这就是卡黑阵容的含金量，整体出伤很丝滑，并且出伤也不低。但是如果你在没有卡夫卡的情况下摁上黑天鹅的话，另一个 DOT 手的伤害就会变得很低，比方说桑博，你看见没有？一个 E 技能加上一个大招，伤害加起来也就7万多。虽然怪物行动后炸出来的伤害还是可以的，但是队伍的整体输出会被砍掉30%左右，所以我不推荐没有卡夫卡的人去抽黑天鹅。可能这个时候小天才要问了啊，那我只上黑天鹅，我卡夫卡和桑博都不上，我把所有输出都让黑天鹅自己来输出怎么样啊？哎，很可惜。我这边奥技已经堆到了快30层，哎，对面行动一下，也就只炸出了15万伤害，不行的，黑天鹅是一定要有一个 DOT 手作为队友的。所以问题2的答案就很明显了啊！如果你是实用党来说，没有卡夫卡，那就不要去抽黑天鹅。再在问题2的基础上做一个拓展。队伍里面的软梅可不可以换成另外一个 DOT 手？比方说我上卡夫卡，上桑博，上黑天鹅，再上一个奶妈位置。答案是可以，但是你队伍的整体输出会砍掉10%到20%左右，因为软梅的机制对 DOT 队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我个人建议你有软梅还是给它上去哦。第3个问题，黑天鹅的专光重塑时光之翼要不要抽？我的评价是桑博光锥是它很强的下位替代，个人认为直接带桑博光锥，然后要拉练度去抽1命。以上这几段录屏的输出手法呢是完全一致的。先来看一下带专光的时候我们的伤害是多少。这一段是专光，卡夫卡 Q 一下37619， E 一下37459，然后持续伤害是71220。接下来这一段录屏，黑天鹅带的是金武的记忆的视线，卡夫卡 Q 一下34111， E 一下34471，然后持续伤害是63173。而这一段录屏呢是带精炼1阶的以世界之名，卡夫卡 Q 一下32956， E 一下32486，然后持续伤害是61578。虽然视频里的样本呢只有打可可利亚这一段啊，但是在直播的时候，相信有看过我直播的小伙伴都知道了，哎，就是我也用猎物的视线打过忘却之庭啊什么的，猎物的视线和专光的差距差不多就是10%左右，所以我个人觉得专光的性价比呢并不算很高。至少是没有他的1命高，因为他的1命实在是太神中神了，所有持续伤害的抗性降低25%，这谁顶得住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左边是刚刚的0命录屏，右边是刚刚的1命录屏，增幅在25%左右，光锥增幅只有10%，而1命增幅是25%，所以我个人建议你如果想要拉强度的话，先把1命给拉起来。
视频的最后，一边给大家放上一段零命黑天鹅加零命卡夫卡的全程实战，一边给大家做一个总结。黑天鹅入队卡夫卡队伍，确实能给卡夫卡队伍带来很高的增益，尤其是在对群的时候呢，能带来很高的增益。但是如果你的队伍里面没有卡夫卡，黑天鹅基本上是不怎么建议大家去抽取的，当然性癖党除外啊。那对于有卡夫卡的小伙伴，卡黑阵容玩起来的强度怎么样呢？我说一下我实战玩下来个人感觉的卡黑阵容的优缺点。缺点其实很明显，就是 DOT 队伍的通病，它的出伤呢没有那么的快啊，所以你如果想要打那种零 P， 想要一下子秒杀呢，卡黑阵容呢是做不到的。但是它也有优点，在你把各种 DOT 伤害叠起来之后，你卡夫卡行动一次就能打10万左右，然后呢，对面行动一次又能炸对面个10几万左右，这一个出伤呢，稳定是非常的稳定的。对于平民玩家来说，卡黑阵容或许是你通关忘却之庭的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强度是有的，但是如果非得要让它达到当前版本的 T0 配对 T0 强度的话，我觉得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总而言之，就是你如果是卡夫卡的性癖党，或者是黑天鹅的性癖党，抽一个是不亏的。但是如果不是性癖党呢，你可以继续观望一下。视频的最后也会给大家放上本期视频除了黑天鹅以外其他角色的一个练度，希望对屏幕前的你有所帮助。除了黑天鹅以外，本期视频里的卡夫卡是一个0+1的卡夫卡，具体详情是这个样子的一个属性。本期视频里的罗刹是一个2+1的罗刹，然后软梅是一个2+1的软梅，希望对你有所帮助。至于黑天鹅的星魂，我就不往上抽了啊，留着抽花火呢，嘿嘿嘿嘿。